证人，你不该出来，回去养病吧。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我志愿献身医学，尊师守纪，恪守医德。我将竭尽全力消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潜修医术，永不停歇，治病救人，永远第一。16年前的海神没能妥善处理好群体事件，但这一次不一样，请您亲自见证这一点。这份没问题。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新发现吗？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有恶心呕吐，我认为很可能是癔症。癔症？你们讨论一整天，就这结果？不然呢？你有什么高见？反正不可能是癔症。为什么不可能？癔症是由精神因素、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哼，学霸就是学霸，知识点背得很真溜。但注意，那是一个人，2、3个人同时发作都没有，更别说上百人一起发作了。当然有。群体性癔症。什么？1518年夏天爆发于斯特拉斯堡，突然开始的一场跳舞瘟疫，你有印象吗？没有。一个妇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4天以后，参与跳舞的人高达了34个人。1个月之内，整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在欢乐摇摆，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你们听起来太假了。一点都不假。群体性癔症多发于学校、工厂这些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的地方。《阿甘正传》看过吧？看过。有很多人跟着阿甘一起跑步，你不觉得奇怪吗？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我不这么认为。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某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比如说，一部动画片。你也看动画片啊？动画片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大量观众正在收看当时的热播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第38集《电脑战士3D 龙》。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和第几集，还居然知道7月几号7点几分播的是什么。大约在18点50分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亮、闪烁的特效画面，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从呼吸急促、恶心到痉挛，到出现幻觉等。半个小时之内，就有超过600名青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这些孩子被诊断为光敏感性癫痫症，病因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没错，这是一种叫做 Park 的动画制作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情节喜怒感，像这样。虽然还是无法解释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但是目前的研究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癔症。哇，听你们在这高谈阔论的，我感觉我7年医科都白念了。
月姐，你能听懂吗？不是，所以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恶心呕吐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而就是一种群体性癔症？对，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那是指导组哎，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们。那又如何？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不服来辩。哎，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别管了，你先进去。哎，跟我走。目前呢，已经排除食物中毒，那么只剩下传染性疫病。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查出什么病毒。不是病毒。群体性癔症。你是？哦，他的证人是我们海城介入科的主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勇气可嘉。好汉，那你说说，为什么是群体性癔症？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是因为有过类似案例的，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快点找！你们一个站没有？我确定我还在这玩过呢，我在这儿，去里边找。群体性癔症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合理解释的疾病。研究该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都没能明确地表现群体性癔症具有传染性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癔症都是患者幻想出来的，更不是装病，也不意味着这群体性癔症不存在。是啊，根据现代神经影像技术，癔症患者的大脑的确存在着异常活动，这与那些故意装病的患者是不同的。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纪律严明的团队。病人们会出现恶心、头晕、头痛等运动性病症，跟这次工厂的亲属们情况非常的类似。我的话说完了。你的想法另辟蹊径呐，可惜，医学是要讲究证据的。我们有证据，这是我们在居民楼勘查得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重合的食材只有2种，水和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食物中毒的几率被排除到了最低。那这个也不能证明就是群体性癔症啊。群体性癔症的证据在这儿。喇叭。昨天上午，工人们中毒，被送到各大医院抢救。到了中午，钢厂领导知道是硝酸盐中毒以后非常重视，立刻让宣传部给各家属进行科普宣传，用的就是这个。那这和群体性癔症有什么关系啊？诸位都是学医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到哪儿就觉得哪儿自己疼的这种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但没有遇到大规模这种情形发生啊！要不是说您年轻呢，这不是给您长见识来了吗？所有的结论都尝试过，但最后的结果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癔症？1个星期以后，自然就有答案了。
到底怎么样？快说，别卖关子啊！103人隔离7天，没有再出现新的症状。新的夜检结果也出来了，没有任何问题。根据防疫要求，我代表指导组宣布全体出院。李队长，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林博士。500，堵截成功，庆祝一下。没时间，接了很多手术。你这个人呀，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人家花儿姐都说了，人不只是活着，还要会生活。我们要会生活，患者就不能活着了。小郑、小苏，对，有时间吧，聊一聊。前列腺结毒，这还能接住呢？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严重，确实生不如此。普通的软尿管下不去，需要用金属粘合材质。可前列腺没有共有血管啊，没有大的共有血管，毛细血管还是有的。尤其是严重的病人，毛细血管会变大变粗，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介入栓塞术。没错，根据加拿大去年召开的放射学会会议。SIR 2016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介入栓塞前列腺动脉，对前列腺增大症是有一定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全新的介入方式，目前还显得有些不足，效果也一般。所以下月中旬，北大邀请了一批业内较有知名度的介入科医生，共同探讨如何完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怎么样，二位有兴趣吗？我对前列腺没兴趣，你呢？我还要研究肝癌介入栓塞术，有很多新想法。你这个有意思啊！哎呀，你们这次新术式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能得到一笔专项研发资金呢。孔主任，我们这个新术式如果成功了，还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呢，全球扬名，对吧，500？还能救更多肝癌晚期的患者。你们真不参加？不，参加。他们参加。花姐，你还没好利索呢。好了，所以我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去参加北大的研讨会，听见没有？这是院长的命令。孔主任，他们参加。
回来了。哎呀，以后等人记得开灯哦，吓死我！为什么要买房？我看这套房已经在网上挂牌了。触景生情嘛。一回到这儿来，我就能想起老布，所以就想把它卖喽。婉儿姐，嗯，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医院经营不下去了？怎么可能？我们海城正声名鹊起，蒸蒸日上。要不要来一杯？只是一时间周转不灵而已。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有什么好说的？我自己可以解决。怎么解决？本市最大的风投老板姓董，76岁，男性。是他的前列腺出问题了吧？嗯哼。他有很多基础病，又不敢开刀，想要一种创伤小、无需全麻、可重复治疗但又不影响其他治疗的手术方法。如果你们能在这次研讨会上有所突破，我就能让他给海城投钱。把我支走，也是不想让我看到你落魄的样子，对吧？不至于吧？嗯，实在不行还有老布呢，我找他借，他肯定会借的。不行，我了解你。我和郑仁会去北大，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每天要花枝招展的去海城医院，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必须的。你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去出差？对啊，院长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宿舍集合，然后明天早上一起去北大。对，哎，我还听说了，院长说了，这次出差的这个补助是双倍的，是这么安排的吧？挺快啊，你们都到了。嗨，勇哥，你也去啊？我不是为钱连线，我是为连体婴。北大那边好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给我发了一些模拟导航系统的材料，我过去实地考察一下。那就拜托你这位额外专家替我们好好把关了。很好。那我们今晚早点休息，明早6点出发。好。哎，我帮你拿啊。谢谢。哎，鲁道夫·瓦格纳，德国介入的带头人，他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啊。Welcome to China。谢谢。Welcome。谢谢。我知道，因为3院和北大不合嘛，想要抢在北大之前啊，提前攻克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所以就请了鲁道夫教授。这两家打擂台还请外援，这不讲武德呀！不仅如此啊，心理医院也想分一杯羹，所以鲁道夫教授才答应了手术直播。看来彭家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哎，有一说一啊，这万盛的耗材确实好用，但是，你说他这么有名的大拿了，还愿意参加这种小手术，还肯直播，他图啥呀？看来这次不仅要跟国内的比，还要跟国外的比了。伍白，有信心吗？你错了，你不觉得是 PK 吗？是 PK， 但不是跟人，是跟病。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不与同行竞争。被圣人的光辉震慑到没？云哥，不瞒你说，我每次听郑哥这话，我内心深处那个立志从医、无私奉献的小人就蠢蠢欲动，想复活呀！你还是别复活了啊！我要直接去北大。不先去住处吗？时间还早，我想先去研讨会现场看看。我陪你去吧。
我也直接去实验室了。贺哥、伊人，你们先去办入住，我们回头见。好，到时候给你们发定位。走走走走走。 Professor Rudolph, thank you for coming from such a long distance. Here the car. This way. We are grateful you can do intervention procedure for the prostate gland. Is my surgical equipment ready? Yeah. The new production line has been delivered for using at Wansh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They can provide the gateware no matter how thin you want. However, the process. This operation must be live streamed on the Mine and the Soul Garden website. It should be quicker than beta.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Confidence? Yeah. Do I really need to prove my confidence compared to the mediocre doctors around here? Are you kidding me? Yeah, I didn't mean that. I do admit that there's a big gap between Haicheng and Edinburgh. That's why we have found you. Goodbye, Professor. Has the word got out? Yeah, it's down. Good. It's true. I've created a truly revolutionary ultra-thin guide wire that will create a qualita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of the prostate. And now that the guide wire is being produced, I will arrange a time to broadcast the surger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moment we nail this surgery, we'll need to get it in front of those award influencers in Sweden. Especially Professor Hummel will have to stand up and take notice of this matter. Okay, Professor. Okay. Okay. Good. Goodbye. 北达，国内顶级3甲医院，每个从医者心中的殿堂。骨科不及海医大，泌外不及北达，心外排不上前10，神外不及北达，整形外科不及。停！照你这么说的话，北达啥也不是了。走吧。区一个介入，搞这么大阵势啊！微创手术，大势所趋。我还是更喜欢开胸手术。也是啊，即将落寞的夕阳余晖，也是能吸引到部分信徒的。你长这么大没挨过打，真挺神气的啊！云哥，还真是你，好久不见啊！听说你也是来参加这次介入研讨会的，啊？怎么不做心外改介入了？这口饭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啊！你也是，但是云哥，您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干嘛老跟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穷医生讲啊？哎，你们不知道吧？云哥的姑姑是大医院的院长，人家可是要继承家业的。什么医院啊？海城医院。没听说过呀，哪里的？是华北最大的私立医院。私立医院啊？我说呢。哎，那可能挣很多钱啊。小文，曼欧诊所也是私立医院出身。啊，这位是？不必认识。苏云，走了。小文，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顺便再探探苏云的技术水平怎么样。嗯。我还没开始反击呢，你就让我走了？赢了 PK 就是最好的反击。就佩服你这贼能装的能力。少说废话，时间紧迫。你不是说有个学弟在这当住院走吗？这不来了吗？王林。
兵哥，好久不见啊！想死我了你！你给我发信息说你要回北大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以为你再也不回北大了。我跟我同事来参加个研讨会哦，介绍一下啊，郑人，方林。郑人，就是你老跟我吐槽贼能装叉。走了。哎，你干嘛？你不让我说呀？这，带我吃饭你饿了？你话你没有什么呀？这。走，云哥。哎，真磕碜啊！说请吃饭就来员工食堂。哎，云哥，你别挑我了，我们这帮住院总能腾出时间给你吃顿饭，不错了。你不是变样了吗？变样了，我跟你说，跟以前装修不一样。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彬彬，在手术直播间饰演郑人。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旭，在手术直播间饰演苏云。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苏云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性格苏云就有点孙猴子吧，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孙猴子。那我饰演的其实是唐僧，然后老贺是猪八戒。他反正是海生医院来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介入科主任，别的科室的手术他也非常擅长，啥都会。这是何方人物？对，何方神圣，非常厉害的一位医生。合作之前对对方是什么印象？之前看过阿云的《无证之罪》，就是感觉他是一个挺正经的一个人。然后合作完之后呢，就觉得没那么正经。本人还是和苏云很像的，然后非常非常活泼，但是还是有另一面，他的另一面就是非常老干部，非常爱喝茶。因为他呢，我在这个戏里面把我的咖啡也戒掉了，因为他很懂养生嘛，啊，说这个茶不太好，不是这个咖啡不太好，让我多喝点茶。他人很听劝，对。看过彬彬的作品，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比较冷面的这么一人。但是其实我俩也特别高兴，就是说，这个戏开拍之前，剧组也给了很长时间一个实习的一段时期。整个剧组我们俩真的算是非常快的，就一拍即合了。几乎每天就老黏在一块儿，然后呢，从戏里慢慢的聊到戏外的很多东西也会比较多。这次了解以后，觉得彬彬可能跟银幕上的形象其实很有反差。对，然后我觉得他也比较厉害的一点也是在这儿，真的很活泼的一个男孩子。对，然后平时在戏里面去塑造了就很多比较稳重的角色，也是蛮厉害的。两位是怎么熟络起来的？而且一个眼神啊，就是。但是我们刚开始肯定是奔着剧本方向去聊的嘛，对。然后聊着发现，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因为这次的专业台词太多了，然后大家都互相探讨怎么去背。然后呢，我说我看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视频，可能好的，对于咱们背台词有比较有帮助的，可能还会互相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做手术的哪个部位，大致的了解一下，你做的在哪儿？对。然后你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起码知道在，就你也得知道你的台词说的是啥。对，更相信一点也是。两位怎么看剧中郑人和苏云之间的关系？对，他不是之前有 PTSD 吗？他拿不起手术刀，然后他碰上了这么一个大神，然后觉得他非常厉害，然后就是想去接近他。我就算是他的半个徒弟啊，一直跟着他，想去跟他去学习。然后发现这个人吧，格格不入，他说话也比较梗啾啾的，见谁怼谁，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越这样吧，苏云这边呢越想亲近他。然后突然发现，哎，这个人吧，他其实他有另外的一面，是非常招人喜欢的一面，而且就是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属性，因为这俩人都是孤儿，他无父无母，我也无父无母，就他们俩这方面是很亲近的。刚开始其实看苏云很不顺眼，觉得他吊儿郎当的，可能没什么医术，但是呢，从吊儿郎当的这种状态，然后后来慢慢发现，他是身上其实是有很多非常有优点的地方的，包括在艺术上面，然后就觉得其实他不是我第一次见的那样。然后两个人探讨如何治病救人的这个路上，慢慢的就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兄弟。我觉得苏云跟郑人俩人其实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苏云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方式，他是外露，会比较活泼一点，但郑人的缺乏安全感的方式，他是内收的，就他不愿意拒绝沟通。觉得对方饰演的角色和本人相近吗？我觉得
完全相同你。我觉得你也还好，但他比较相同的，有时候你特轴，你知道吗？你轴脸你跟这个正正太有点像。假如说我们演完一个全条，可能你就在就是65这块时候出现一点瑕疵啊，那其实导演就会说，哎，把这个65这儿重新补一下，但一般正主的就不行。哎，来从1到100，我再来一遍。用一个词形容郑仁和苏云的关系，那就是海尔兄弟。海尔兄弟，因为我们俩就莫名其妙会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我可能是3、4年前买的，阿云可能也是3、4年前买的。导演这样说，哎，海尔兄弟来了，海尔兄弟来了，舒可贝塔，只要能俩人能贴到一块儿的，那全是这俩。对，樱木花道、流川枫，对吧？鸣人是吧？佐助，都是我们俩。那那个，如果要给这对组合起一个名字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再起个名字啊？那不行，我想到这词儿了，不行，我觉得这样，对不对？这咱俩自己知道情况。对，我们再想想。对，我们私底下是有一个，但不能告诉你。私底下怎么称呼对方？阿云、阿仁，就很亲切吧？我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对，但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不经意的，有时候一放松也会阿仁，然后导演说：“哎，停，这时候你们俩关系没那么近了，别人对不起，对不起。”最难忘的戏是哪一场？我觉得还得是连亭吧。道具老师那个准备的那个连亭啊，太真实了，就看着真的就像2个孩子一样。所以我那天就拍了张照片发在群里面，我说爸，我说我在做手术，把连亭分开，然后救活他们。看你爸怎么回复你。牛啊，就是厉害，厉害。他一直在亲连体，疯狂的亲那个连体。我看到2、3次了，因为他做的挺可爱的，关键太像了哈。因为我平常这种生活中我就很喜欢孩子，我倒觉得当时咱们拍的第一台手术在那个地震那块儿，咱俩第一天进去对，就快崩溃那天，就想后面还有10几台，这第一台拍成这样，后面咋办？其实我那台当时我记忆还挺深刻的。说实话，我是崩溃的，因为太复杂了，那你要去专注的去记住每一个环节，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的细节上还要跟医疗指导反复的确认。虽然很难啃，但是还是啃下来了，就是成就感也很大，就感觉自己就像医生一样，这还挺自豪的。徐姐，很难得有这样的剧组，就是把你的整个手术过程全部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他厉害的一个地方。体会到了这个医生的不容易了，主要是，是真的穿着铅衣在手术室里站在那6、7个小时的这个感受，艰辛，自然而然的你会看到那种医生的那种辛苦跟心酸。yes。苏云最后能重拾手术刀的关键是什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天台。我觉得天台看星星的一场戏，俩人看星星，二人的一句台词说：“我可以等你的手守好。” 就那场戏，我会觉得是一个感情递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吧。其实在我看来啊，当时帮助我的人有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关键点是什么？就是能让苏云心尖那么一颤的那么一个人，和一些话。这些话那些人都没有做到，只有郑仁做到了。他用他独特的方式，他让苏云的心颤，而且颤了很多次。郑仁原来是像一座冰山啊，我这么比喻吧，可能其实一句话，他点燃了我，我融化了他，就是一个冰山配上了一堆干柴火。突然有一天呢，就是通过这个光学效应，冰山透过光把这干柴火给点燃了。然后呢，这个柴火把这冰也融化了。也想了一下画面，冰山吧 ，OK， 对吧 ？OK， 是不是？还蛮贴切的，蛮贴切的。当苏云去劝得知真相离开医院的郑仁时，郑仁心里是怎样想的？其实苏云来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他说：“你忘了医生的职责吗？”那一刻其实是把郑仁的那个打到灵魂深处了吧？那一刻，治病救人。对，永远第一。虽然面子上还是，好像没有给苏云回他这份情，但是其实，在这人的心里已经是。暴走吧，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旭，我是张冰冰。你们两个性格相悖，很适合搭档。
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世界第一。那咱们就是先互相点评一下彼此跟角色的适配度吧。性格我觉得挺反的，我觉得他反差真的很大，因为他平时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人。我在片场我看他去就是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是他是在很克制的在控制自己，比如说你的走路，记得就是因为导演就说他有时候得走吧，就平时就像他自己的那种性格，大大咧咧的。然后导演说不行，说那个证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呢你胳膊不要摆得太厉害。然后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我们都刚开始都会有一些紧嘛，然后可能走路都我们俩都很别扭，僵住了，都僵住，都很别扭。说来你们俩回头看看，来看看你们俩现在走成什么样了，一看不行得改一改。戴旭老师就是别叫了，没有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一本正经的，应该没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本正经的，然后呢，人也很帅，戏也特好，然后接触了之后，发现就是其实性格和我还蛮聊得来的，相处也很愉快，也很活泼，就是话特多，然后特贫，比我还多是吧？比我还多，然后特贫，然后反正挺好的。那你们两个人对对方的网络印象是什么呢？一本正经。我对彬彬的印象就是大帅哥啊，然后见到那个本人以后也是大帅哥，很有安全感。怎么他是要保护你吗？对，就我们俩老比手，你看来，你看手，你看多有安全感，你看他手多大，他对吧？你看。用3个物品形容对方吗？麻将可以啊，国粹嘛，花衬衫、茶、咖啡、书，他平时爱看书。鼠标戒了，确实是对，鼠标现在也戒了，他戒掉了，他戒掉了。差不多了。首次采访的时候你还非常开心。手术直播间这个医疗台词啊，对，就让我没有机会打游戏。我们俩屋里面，我们经常串门嘛，他屋里面也全是变针条，对，我屋里也全是变针条。有时候洗着，然后可能偶尔瞄一眼，就在洗头的时候就看着台词背一遍，就反正就能有机会看到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有机会看到。台词让我们崩溃了，起码1个半月，后边一个半月基本上是手术的过程。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要去背手术过程啊，这是比较难。但是我们拍戏之前还鼓掌呢，就大家一块儿，对吧？我们都鼓励。比如说有一台特别难的一台手术，对，我们所有人在3、2、1之前，每一个人鼓掌，加油，15秒钟掌，鼓掌，加油，互相激励一下，因为接下来的过程很难。从你们组里出来人应该会变得很自信吧？比较亢奋，他亢奋且自信，比较亢奋。拍完那个手术过程，感觉自己能做手术，对，真的就是有这个自信在啊，但是还是不行啊，这个那肯定不行的，这个也只能有这个自信是可以的，这个。那如果你们两个不做演员的话，你们觉得彼此会做什么？啊，对，还是做医生，对，中医，我中医，他天天给我把脉，他身体非常好。他的身体特别的好，就是他就是火旺，你的那个脉就感觉给我手动快能弹开了。安云他给我寄了很多那个中药的那个。哎，我没泡脚，你泡了吗？泡了，每天我在那个是不是睡特别好？对，睡巨好，我天天泡。对，就泡完就直接。私底下平时得需要人照顾。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去经商，当老板。他有当老板的潜质。所以你想当老板，你想创业吗？想啊。你开个中医馆是吧？还要拉他入股？开一个连锁的，你还开连锁？连锁中医馆。然后我干嘛？我做代言去是吗？明星医生。那2个人在认识之前有没有共同的群聊啊？之前没有，就是刚进组的第一天可能就有，就我俩的缘分就是从手术直播间进组的第一天开始了，到现在以后会一直下去。那能不能说出你们2个微信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群聊名称啊？请保持你的下颚线，我们的群聊名称手术演员群。对，导演特别在乎演员的下颚线，拍出来好看是吗？对，然后就让全组去减肥去，对，说如果说没有下颚线是不行的。对于男艺人的头发是粉丝的共同财产这件事，你们有什么体会吗？只要是人，他就会很在乎他的头发。他们会非常在意你的头发，就是因为怕你剪坏了你就变成了。光头都帅，你看你们多自信啊！那粉丝不允许你弄光头呢，排除拍戏哈。我觉得这是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所以你们没有剪坏头发的经历吗？小时候有，对，小时候吧，小时候可能会拿着照片去。对。然后剪完以后，你看不是这个，来把推子给我来。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默契大考验啊！张彬彬最喜欢的歌手是谁？他自己，他是我心目中的歌神，他是歌神。对啊，我应该是他一个忠实的一个观众，因为我们俩天天戏在一块儿。然后大家可能后场的时候他就自己溜到旁边，然后自己干，嘴边不停的念叨。对，然后以为背词儿呢，然后仔细看，我说我陪他对去吧，我走过想跟他对词，一看啊。
唱歌特别投入自己，想说不要打扰我就走了。然后有时候也跟我说，哪个歌是我自己写的啊，哪个怎么着，他唱的非常好。其中之一吧，其中之一。还有周杰伦。张彬彬上一次问这个新发色怎么样，是什么发色？红吧，粉的。哇！我懵的，我就俩色，粉的什么黄的，粉的是真粉的，真粉的。当时在车上说录个抖音，我说行，我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就录了一下，然后我也没想发，然后后来手欠也发出去了，那就分手，那就别撤了呗，这个过程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没想到，我以为我就是玩一下而已，我没想到大家抖音我看了，你会觉得就没那么有安全感了，像个孩子。行。所以你有看到评论吗？评论你看了？看了。所以你懂我什么意思吗？不懂，你懂？我不懂。什么懂什么？你们说的哪一条？就是 Apple 变成 Orange。Apple 变成 Orange 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你自己回去查吧。录完就查。戴旭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足球。你说，反正你说这我最恨的运动。你老提，我以为你爱的。那种最恨的，对，升格。对，那最恨的。你给他一下提示好了。跑步。你不是告诉他，说给他提示。说给他们听。跑步。Yes。那戴旭经常被大家说什么脸？哈士奇。没事，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算你对。也对。竟然有那个表情，你看，老乡。手术直播间名场面配文大赛规则：根据记者给出的剧照，两人分别给角色配上内心 OS， 并为大家解读当时二人的关系处于什么阶段，以及对彼此的看法是怎样的。第一章。啊，这就是第4集，很清楚的，对，这很前期。配个文字。就是我不想挨着他做。证人呢？啥也不是。对，啥也不是。对。这是什么样的阶段？这是刚开始刚认识那个阶段，谁也不想，对，谁也不了解谁，对。这张还是同一场戏的截图，配个文字。你别说了，是吧？你快别说了，求求你了。下一张，这是哪场戏？还记得吗？哎，这是那个，我给你送医疗证，你再次回来。反正我 OS 应该是，我觉得欢迎回家吧。证人的呢？你别进来，就拉窗户。其实这个是有被苏云暖到了，对，因为你暖到我了。这个阶段两个人有没有变化呢？有变化了。然后这会儿就应该其实是想去了解对方了，但就因为他这会儿已经是非常吸引我了，他的医学知识非常的感染我觉得他是个天才啊，就是英雄惜英雄这样。这时候证人对苏云的看法呢？其实苏云是把证人最初的那颗心给拉回来了，可能其实一直在证人潜意识里的其实就是想治病救人的，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他那时候抵制，但是苏云去我家给我唤醒了，然后又把那颗正暖心的给到了我，所以在证人的生命中，苏云是必不可少的。下一个，这个有印象吗？这单看真看不出来啊。这个是大家要去夜店，苏云一开始说不去。那我也去。为什么证人去了你就去了？你刺激我呀。那会儿是你在刺激我呀。就是你让我就是去出诊嘛，你让我把我以前失去的东西要找回来嘛。其实那会儿你已经知道了，然后那会儿你就没告诉我嘛。他是为了其实在 push 我嘛，这个阶段。配个文字呢？就你去夜店，你都能去夜店，我凭什么不能去？你都去夜店了，我为什么不能去啊？下一个，这知道，北达吃饺子，他吃饺子。对，给他配个文字呢？我觉得你摆那么整齐干啥？让我尝尝。你手欠是不是？你是不是手欠？这时两个人的关系有什么进展或者不一样吗？这会儿就特别好，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呢，证人他心已经跟他在一起了，但是这面上吧，还得硬一下，还得犟一下。那你好像这从头也都得硬一下，但是心里已经化了。对，他都允许他这么做，但是他也不说，他就不说了。你弄坏我的阵型，我就默默的摆回来，其实就已经是暖。对，他已经是了。
如果你们在戏外碰到那个现场，冰冰哥的反应是？他可对你吃，你说俩走吃去。我再给你买一份。你这不够吗？这不够吗？来，快吃，来，去再给他买一份。得让阿云吃饱。下一个这场戏，这是那啥啊，流星雨前两个人和好，吵完架和好了。先配个文。这个，你看，最终还是你向我来找我道歉来了吧？那我呢？挺傲娇的。证人呢？我觉得是这样，其实第一个啥就，你说什么我都接受，我啥也不说。我都懂，不说。和好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对，非常递进，因为那会儿其实苏云是为了关心他。我觉得其实那个矛盾写得挺巧妙的。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流星雨那场戏？因为他拿流星去做了一个比喻，他有时候一瞬间他过去以后他就陨灭了。然后呢，我说我曾经是天上的星星，但我陨灭了。然后呢，你现在还在重复这个过程，这是不行的。然后我是为了关心他，我不想让他有一天我说你这么好的一个天才，你不能变成像我这样。然后呢，他依然还在鼓励我。就我们俩的话谁都没有敌对性，但是其实都是在为对方着想。冰冰老师，如果生活中有一个像苏云这样的好友，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哇，其实我有一点性格，有一些部分是像证人的。对，就像我们俩相处，我就觉得很就是骨子里面的搭。对，戏外两人也是像证人和苏云吗？戏外就是这样。对，其实我们戏外还蛮好的。对，骨子里面的觉得很亲。这个兄弟很亲。就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然后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的顾忌，想说心里话就说心里话。比如说他没戏，我没戏，我们都互相探个班啊，哪怕就俩人也行，人多一点也行。戴旭老师，戏外有一个像证人这样的好朋友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像他这样，我觉得很好啊，也很珍惜对方的。我们每天都喝茶，每天都在一起喝茶。对，喝茶。如果有时间就在家喝，其实有时间就在店长喝。然后其实我们俩其实分享比较多的，比如说茶呀、看书，我们俩其实看书分享茶书，我们俩有时候老换书。对，阿云送了我很多本书。哇，我突然想到阿云送我的那本书上给我写了一段文字，他给我好多天，我那么多天我都没看，突然有一天我就说放那，我就想看一看，然后一看，他给我写了好多字，就是我当时还挺戳我心的哦，因为没有收到过这样给我写那么多，写了一些写了一些对寄语，写了一些寄语。其实我们俩都是希望彼此好的。对。手术直播间默契挑战，根据记者提出的问题，两人同时说出回答，回答不一致的题数超过3题，则要接受惩罚。第一个问题，日常工作中证人使用率最高的办公用品是便签条。证人的宿舍中，他最心爱的东西是仙人掌。苏云最喜欢的穿衣风格是花衬衫。哇，连中3个，特别好。我俩没沟通好，从来真的没有。该出错了，你看着吧。这话不能说是吧？在医院里，证人苏云谁的异性缘更好？苏云。该出错了，你看着吧。因为苏云她那个喜欢穿的比较花衬衫啊之类的，所以她感觉好像挺花枝招展。对，苏云应该是招别人那种。对，主动吸引型。对，然后因为证人是他的学术和理论性比较强，所以呢，他可能第一面的时候，你比如说见罗主任的时候，女性嘛，他可能第一次感觉就觉得你油盐不进，挺反感的。不行，为什么？因为64排 CT 不是急诊项目，不值班。你把钥匙给我，我可以自己操作机器。然后，但是跟你接触以后，你发现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才。然后呢，他会去向这个人靠近一些，去多问一些东西。假如你们是女生，你们会喜欢证人还是苏云呢？我们是女生，喜欢苏云。我喜欢证人，因为你如果是女生的话，确实需要这种性格的互补吧，因为她太闷了，所以就是两人在一起才能就是相互填补一点。你这说的对。你看我演的是苏云，我觉得话太多了，我可能喜欢一个话少的。证人苏云的同场戏份中，你最喜欢的名场面是流星雨。因为我们医疗的那一块，在医院啊，或者是戏份比较多，所以那场呢给我感觉是
苏云和郑人的一种情感的递进。对，是，因为其实我俩在一起的戏太多了，然后其实名场面也很多，但是那场戏不太一样。对，那场戏，因为那场戏其实我们俩当时演的时候，他很打动我。哪里不太一样？看吧，这场戏在第几啊？后面了，在后20集往后面那种，就是支持他，希望阿云不要剧透。在两人共同经历的医疗事件中，哪一个是你本人最难忘或者印象最深的？连婷。在剧组的时候，张彬彬最喜欢吃什么？等，我们一起回答吗？你再想会儿。在吃啥？我们吃饭都是分开的。那改成喝什么也可以。喝什么？哎，那喝什么来吧？你问喝什么来？可不，你喝什么？对啊，你喝什么？对啊。在剧组的时候，张彬彬最喜欢喝什么？咖啡。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咖啡也是，只是因为认识了那就阿云之后，我就开始喝茶了。我不让他喝咖啡了。因为他早上起来老提神儿，他一提神他就拿咖啡，然后他每天我觉得喝咖啡特别多，然后因为我们那戏里面有一个病情，就是因为喝咖啡喝的过多，然后导致那个急性肾功能衰竭嘛。我认为是咖啡因通过拮抗腺苷2A受体，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能活性发挥兴奋效应，短期摄入大量咖啡因导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所以有时候我给他把脉，一看他就是他的心脏会有时候跳得特别的强烈，我说你的咖啡先别喝了然后我说你喝个茶，我早上起来也能提神，他不相信。然后给他每天有时候给他泡点茶，他喝完以后会特别舒服。所以看手术直播间还能帮我们增长医学知识。一定会。就比如说女孩抹口红，但女孩应该抹口红那没啥事，但是很多女孩都不知道。对，就是如果涂的特别频繁的话，其实是会尿血。口红里应用最多的着色染料是溴酸红。没错，使用过于频繁，导致的溴酸红先吸收入体内，然后随着尿液排出。我们下一个问题，戴旭在现场最常喝的茶是什么茶？岩茶，岩茶也对，红茶也对，都有。日常生活中，张彬彬的口头禅是3、2、1 ，Action！ 就我们一断点的时候，演一断了。3、2、1。自己会自己 Q 自己，对。比如说这句台词说错了，然后导演也没喊卡，自己就从那个从哪个断点，就是3、2、1开始，然后继续演，接着演。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对手戏的时候也会，对，也会一错，然后我们会特别默契的停在那儿嘛，就是听他喊3、2、1 Action， 然后我们俩就接着演，对，自己 Q 自己。戴旭的口头禅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平时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哪去了。对，因为有一天我记得他拍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阿云，我发现啊，你真的很能说，他就看几次一个叨。他一般好有一些还是喜欢用肢体。对呀，是吧？我怎么没想到呢？一个字，绝！你真帅和你游戏技术真好，哪一个是张彬彬最喜欢听到的夸奖？游戏技术真好。美食博主、健身博主、中医，戴旭对哪个身份更有野心？中医。以后退休了，可能会从事中医行业。他要是不干演员的话，可能会做中医这块，做中医。他的那个技术，那个把脉的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达到了中医的水平。你别瞎说，你是我的试验体，你知道吗？我没跟你说过那个是吗？原来你不是，不是，但我也会把脉，你算是我的小白鼠。你刚刚说之前给他把脉，他心脏跳得很厉害，现在要不再把一个试试？刚才给他把了都好多了，对，今儿一上手，因为我给他记了好多泡脚的，因为他平时他老失眠，这真的好多了，好太多了，也不虚啥，都挺好，真的脉象平稳。他原来是比较盛，
比较实，对，就实和虚，咱不整那词儿。你看你们这点想歪了，就人中医就说实和虚，你知道吧？因为太实太虚，是吧？如果证人被苏云硬控了1分钟，那一定是苏云做了什么？那我就滔滔不绝的说呗，他就听呗。那如果张彬彬被戴旭硬控了1分钟，是因为什么？那就把的太多了，把脉、喝茶，看我泡茶。我看他泡茶，不止喝这1分钟，看半小时。对，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个红茶，这个什么茶叶，你看它这个年份什么怎么泡。他特别给我面子，我每次讲啥他都听，聆听。对，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聆听者。假如证人和苏云是古希腊的神，请问他是掌管什么的神？古希腊的神，他有医疗的吧？他应该是掌管医疗界，那肯定是，对吧？潘云是嘴神，我特能说的那个嘴神，但人不叫嘴神，人不叫嘴神，他的属性是他是特能说，他能特别去说服别人。如果给这2个神配上标志性动作的话，会是什么动作呢？这个啊，然后我呢，我就怎么着，闭嘴神。大妹，你每次在演嘴神的时候，我就讲，大妹，你别说了。惩罚环节之带动物发箍拍照，这是啥呀？这什么？这是猫。我好奇是什么？